对不起，我想告诉他们，马来西亚也可以的。外国朋友跟我谈天的时候，他会买我们马来西亚土产一些回去 show off 给他的朋友们的时候，不再是那些很廉价的零食，是一些比较高端、有意义、有品质的一些零食，分享给外国的朋友。哇，觉得哇，我们走到很前端哦，原来马来西亚的人民这么 creative。的这么高品质的，不是只有英国人才可以吃得起所谓的 organic food 啊，然后又 gluten free 啦，blah blah blah 的那些字眼，看起来好像很高端这样子。对不起，我想告诉他们，马来西亚也可以的。嗨，你好，这里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山。你好，我是伟健。那么今天来到开门见山做客的呢是 Signature Market。那正所谓病从口入啊，现在呢是有越来越多消费者意识到饮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了，因此呢他们在购买零嘴的时候呢都会倾向坚果、豆类这种富含有益脂肪及膳食纤维的健康选择。那么看准消费者转向健康生活习惯的趋势呢，健康零食和生活用品品牌 Signature Market 的成立呢，就获得了许多这类顾客慕名而来，从而在饮食习惯不大健康的马来西亚，慢慢培养顾客兼顾身心灵吃得健康、活得开心的习惯啦。而且呢，这个品牌在2014年成立之后，就迅速发展呢，如今呢不仅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顾客群啊，而且呢也开设了更多的实体店，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业务哦。到底 Signature Market 是如何迅速崛起？而在如今各个都想要将业务转移到线上的时代，为何 Signature Market 要开设更多的实体店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请出 Signature Market 的联合创办人 John 郑耀思来和我们分享更多。John， 欢迎你。Hello， 你好，我是 John 郑耀思。John， 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当初为什么你会和你的搭档 Edwin 成立 Signature Market 这个品牌呢？及为什么要叫 Signature Market 这个名字呢？ OK， 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就10年前嘛，这品牌已经有10年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跟 Edwin 呢是到处世界各地的游玩的，在游玩当中呢，我发现我们去了很多先进一点的国家，我发现他们的便利商店呢都充满着很多 so-called 健康零食的这一个 category。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的很多便利商店完全找不到这一类的健康零食，我会发现好不公平呀！为什么马来西亚不应该拥有值得更好的健康零食呢？在那个时候，我就跟 Edwin 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可以为马来西亚做一点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因为自身我们其实已经有第一次创业的经历了，所以对于电商这一块呢，我们是非常的熟悉的。那我们就直接想到坚果这件事情是在马来西亚是经常大家都会消费的一个产品来的，对，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价格非常的昂贵。是这件事情呢，让大家对于健康等于贵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很深的根源，在于马来西亚人的 mindset。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然后其实不是的。健康不是等于贵的，所以就变成那个时候我们就找到很多供应商，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也不是真的这么昂贵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找了供应商，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发现这个坚果这个部分呢，全部是比较还没有烤熟的。只要我烤一烤，那个味道更好吃。对。然后我又发现，其实外面为了要保质期更长，可能可以把坚果放去2年到3年，他们会放出大量的盐和一些 preservative。这样子的东西，我发现其实不放会更好。那我觉得，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吃到原有的那个味道。这件事情，
我开始也是有一点挣扎，我发现马来西亚都习惯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对，还有一些零食也是比较偏向油炸啊。我们早餐都已经很重口味了，对啊，所以要甜，要够甜，要够咸，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会追求的东西啊。是，可是当我制造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没有放太多这种调味料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一定的人群哦。虽然这个人群不多，但是我觉得，因为马来西亚是不断的进步的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 go for 少盐啊，少甜啊，因为在于美国。日本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已经是在追求这件事情了。原来我才发现，看了一个 TED， 他是讲越文明的国家呢，那边的人民呢就会越来越健康。他们会追求越来越优质和品质的生活，他们不是要多，他们要的是精致和对自己有益处的食物。这件事情就是文明国家会追求的事情。我觉得马来西亚是迈向这一步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大家不认可的哦，现在不认可的哦。我是在投资这未来大家对我的认可。那一做就做了10年，那做得越来越好这件事情呢，是我觉得当然是我有就是我有预估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也要真的是马来西亚的群众是迈向这一步，那确实是我估计的正确，那就自然成功哦。就猜对了，看准这一个趋势了，是不是？是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其实有很多名字可以选嘛，是不是？为什么你们要选 Signature Market 这个名字呢？本来我们的名字叫 Signature Snack 的。是哦，是，本来我们名字叫 Signature Snack 呢，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做零食的一个品牌嘛，然后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现跟 Edwin 探讨，我们真的只是做 snack 嘛？然后我就觉得 snack 其实它只是一个让马来西亚更容易接受健康食品的这个概念的一个门槛。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不是应该 snack 而已。那我们从 snack 变成 market， 这个方向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将来要做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然后也把马来西亚需求的优质生活的产品都带进来这个品牌，所以它就不是仅仅 signature snack。所以就是一开始你们不要被这个 snack 这个名字这个框框来限制住你们的发展，是不是？所以你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抛砖引玉一个很好的工具嘛，是不是？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你们刚刚也是有跟我说到你是Signature Market 在马来西亚呢算是健康零食市场的一个先驱嘛，pioneer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吧。对。可以这样子说，100%是不是？那么呢，我想请问一下，你们 Signature Market， 因为当初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对这个健康零食的这个接受度，你们还是不确定的嘛，对不对？是啊。不过你知道未来是有发展的空间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马来西亚成立 Signature Market 的这个初创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其实初创的过程呢，是我们有尝试几个的模式，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好这个产品这个 category，但是方式有很多种。那之前我们也是有出过一个失败的一个经历啦，就是我们有一个subscription 的，就是订阅制的一个健康零食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发现不是很 working。为什么？不 working 的原因就是我在强迫消费者指定吃的产品。这件事情就发现好像不够人性化。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人还是喜欢向往着自由，就是我的生命，我的食物，我自己来决定。对，那我觉得是对的。那我们听从我们消费者意见，其实我是坚持了大概1年左右的这个模式，就是订阅。然后我发现，好了，消费者真的很想吃一个口味，就是他要买他自己要的分量。那
就给他们呗，这样的感觉。那就这个模式我一转的时候，那个业绩又上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聆听消费者的诉求这件事情呢，是让我业绩越来越好的。所以其实你不用看上什么课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你从你消费者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matrix， 是不是？因为一个衡量消费指标。者是我的主人啊。对，你们是服务消费者的，对，是不是？一点都没错。好，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你说到你初创的时候是采用这个订阅制，是以 snack box 这种方式来呈现的吗？是不是？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当时候除了这个在 subscription 这个订阅制遇到瓶颈之外呢，你们还有在营运上啊，还是市场的接受度上有遇到什么瓶颈，还是有遇到什么挑战？你们是如何去化解的吗？这件事情其实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想太多，因为我是经常到处外国旅行嘛，所以我看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我会想一厢情愿的把很 advanced 的一些 recipe， 就是以前我的坚果是有我自己的 recipe 来制造出来，很unique的。什么 recipe？ 就是好像可能是有风味的，就是比如枫糖加西勒蒙肉桂粉的一些坚果。哇，这看起来是不是很 fancy？ 很不错，很不错，对。其实是这个时代的人会接受，可是10年前我走得太快了。太前端了，太时代的最前端了。对，所以消费者对于我这个产品来讲，哇，是什么来的？接受不到，有点不知道，就很可怕。就是他听到这个名字，就是他没有接触过，他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大家没有觉得很 interesting， 可是要他花钱来买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会有多一份的考虑。所以就变成我遇到这个瓶颈，就是我一直在推这好的产品，可是消费者好像不接受我的，是我的问题嘛。然后我想想，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 survey，确实是我问题的，就是我走得太怎么说，走得太前，就有时。不是这个东西不好，它是时机不对，所以就变成我在那个时间我在 chase 我的 idea，就是我觉得好，我不要走这么前，我要回归马来西亚人究竟想要一个怎样更简单的方式让他们接触这个健康零食，所以这件事情我又回归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你看，其实我每次做出改变，我都是因为消费者的诉求，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把我的 recipe 的部分简约了，然后我就变成只是加盐，但是那个盐是非常的少量的，就是让它吃起来不会这么寡味，但是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它这个我不要吃到有盐，但是又有咸味这个是马来西亚人的诉求。对，那做得到吗？做得到的，就是我们把那个量控制到很少，但是还是让大家吃起来很愉悦。其实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你也是有出这个survey 的方式来了解一下到底顾客他们真正想要吃的是什么，对不对？是的。好，因为刚刚你也是有说到，你们一开始就是当时你们在成立的时候，你们是觉得在马来西亚还在健康零食这一个概念上还不是很成熟嘛，是不是？不过你刚刚也是有说，在从你们经营越久的时候，你们发现到，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对这个健康零食的这个接受度其实是蛮高的，是不是？是啊。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市场呢，其实你会觉得已经是蛮成熟了的嘛，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这种做健康零食的玩家，对。在这个市场上，他们也是做得蛮不错的，你怎么看呢？你我觉得第一，我真的很感恩，也很感谢，因为我很感谢，就是大家看到这一块，我觉得这一块呢，市场是非常大的，我希望多一点人来，因为这件事情是对马来西亚好的，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就是我们 Signature Market 的力量，仅止对我来说就是远远不比团结的力量。对 ，OK，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小 player 出现，或者一些老品牌，他们又转型，靠，Signature Market 开始做健康零食哦，我也要转型，那太好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所期待的看到，因为我很想每次我去到外国的时候，外国朋友跟我谈天的时候，他会买我们马来西亚土产一些回去 show off 给他的朋友们的时候，不再是那些很廉价的零食，是一些比较高端、有意义、有品质的一些零食，分享给外国的朋友。哇，觉得哇，我们走到很前端哦，原来马来西亚的人民这么 creative 的，这么高品质的，不是只有英国人才可以吃得起这么所谓的 organic food 啊，然后又 gluten free 啦，blah blah blah 的那些字眼看起来好像很高端这样子。对不起，我想告诉他们，马来西亚也可以的。好，因为刚刚我觉得你是一个概念很好，就是你是很欢迎竞争的，因为有竞争你才会成长嘛，对不？不过我也是想要请问一下，现在市场上的玩家那么多，你觉得 Signature Market 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呢，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前几年我是有帮 Signature Market 有做一个转型的，所谓的转型就是品牌上的一个概念的转型，因为以前呢，我们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初衷，想要卖一个健康的食品的平台，让大家方便的购买，但是时代的改变，我发现品牌的重要性，品牌重要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比如今天大家要买坚果，全世界都在卖这坚果，是，那不是只有 Signature Market 在卖这，那为什么我要选择你？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在这几年呢，我一直在强调着，我们其实在 create 一个有意义的一间公司，给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其实很注重身心灵，就是我们有做很多线下的活动，线上的一些有意义的心灵课程 ，Zoom 课程，Zoom 的课程，然后你看到我们的在我们解释我们的 artwork， 就是我们网上的一些产品的 artwork， 你会看见我们很有诚意的，我们告诉你为什么你要吃这个，然后这个东西它的成分是什么，就是我们 set 到有我们的味道，就是对于一般公司来说，他会觉得好，我卖产品罢了，可以不要做这么多东西嘛，就是但是我们品牌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要做多一点，因为我们的概念呢是让消费者感觉到他买的东西，他吃的东西是有意义的，他究竟在吃什么？对，所以究竟在吃什么这件事情，是我们跟外面其他公司有一个区别的，因为外面的公司很想现在很流行卖健康零食我卖快点你来买，然后我赚了你的钱 ，OK，就这样子，就是一般人做这个行业，他们盖的概念就是拿你赚钱，我做什么 ？OK，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生意的开始，OK 的。但是我们因为已经做了10年，所以到第7年、第8年的时候，我就跟 Edwin 去分享，我会觉得我们不仅止而已。我们要把品牌这个概念要做得更 strong 更大，所以我们会推出很多一些 campaign 一些活动我们很关怀社会，好像10月份我们会很关怀女性的乳腺癌这件事情，讲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这么在乎呢？对不起，因为可能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而我跟 Edwin 呢，我们有接触到很多女性的朋友，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女性都有这个问题然后很心疼，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害羞的。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女生，但是
很多女生有这个病了过后呢，她们都讲，如果我早一点检查我自己身体啊，多一点注重饮食方面，如何了解自己身体。不要讲健不健康先，你可以先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吗？那你了解了你自己身体，你知道吃什么好，用什么好，对自己生命有意义，对自己有负担一点，那你活得会更了解自己啊。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身为一个这么平民的销令一个健康零食的这个品牌，很容易接触我们嘛，所以我们推这个campaign 的时候呢，所有人都会接触到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好奇。所以我们继续推的时候，我发现到很多人女生的消费者越来越很感谢我们，就会觉得哇，我没有想过一个卖零食的品牌会一直推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既然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情，那每一年就再推吧。你们自己来看的话，你觉得你们 Signature Market 的这个竞争优势在于你们打造一个很强力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对，就是当顾客想到我要照顾好我自己，我要对我自己好的时候呢，我就去 Signature Market 这个网站，是的，来买一些对我身体有益、对我身心灵有益的东西了，对不对？对好，John， 接下来我们也想要谈一下这个 Signature Market 的这个宣传策略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品牌它初创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要搞好宣传，做好自己的品牌定位嘛，是不是？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因为你说你在中间的时候你才决定我要做一些更多回馈社会的东西，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一开始初创的时候呢，你们是采用了什么策略来让更多人认识 Signature Market 这个品牌？这个我可以跟你讲一些比较真实又比较策略性的信息，洗耳恭听。 OK， 那其实一开始呢，你做一个品牌的时候呢，你可以带着很多梦想和憧憬和未来很有远见的事情，但是消费者不认识你。OK， 让消费者认识你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就是通过一些他们很容易接触你的东西那个方式来产生与他们有共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找所谓的爆款，这个爆款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好像当年很流行一个产品叫做 Chia Seed。奇亚籽，对了，这个奇亚籽就是全球在风靡这个奇亚籽这件事情。刚好又是健康的，虽然我是卖坚果，跟奇亚籽有关系嘛？没太大关系。OK， 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引流产品。这引流产品呢，你要放得开，就是你可以有理念，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引流产品，你怎样把它交 in your platform 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个时候我们就大胆的尝试这个好像不关联我们的事情，可是又同样的概念，因为它是健康的superfood 的产品之一嘛。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试卖，一卖就已经爆了，就红了。就红了。那当然我们这品牌本身有一定的基础，就是消费者经常来买坚果的嘛，就是大家带着一个很平常心，就是这是坚果公司就来买坚果，就是nut company。可是我看到有 Chia 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找出的added value， 附加价值。对，那我就买你呗，我就觉得我已经在买你的坚果，那在家买咯。那上去放进我的购物车，马上上去一上去我就跟 Erin 讲，我讲OK 然后好像我们找到创业的小钥匙，就是一打开那个门，人流，然后金钱、名气，所有东西都迎接而来。而且刚刚我记得我之前我做功课，就是 Edwin 呢，他时常会在访问中他会说，是那集带红了你们，是不是？其中一个产品是什么藜麦，对不对？因为你们也是有卖，是不是？对，所以就是下戏过后，藜麦还有其他巴拉的都跟着来。非常好。所以你是要选择，你是要看到市场的那个趋势是什么。如果他们喜欢这样东西，你们不如
引进。把它纳入进你们的 SKU 里面卖，有可能就会火爆起来了，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是想要请问一下，其实成本这一方面对一个业务的运营非常重要。我想请问一下，你们 Signature Market 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了，你们觉得你们这个运营成本上最吃重的地方是哪一块呢？我觉得绝对是我们的能力啦。人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公司 ，OK， 你看啊，这个很特别的。因为我见过很多工厂的老板们，就是我也是在学习当中嘛，对不对？然后我发现我跟很多传统行业做食品的公司很大的出入。然后我讲，为什么我们是不一样的？原来不一样在哪里呢？原来我的投资是在于很多创意的部分，就是你食品，然后而且传统老板人老板们来到我公司后，发现为什么你的设计师这么多的？为什么你的 marketing 的人这么多的？为什么你的拍摄团队和一些做品牌的主管这么多的？然后我讲，因为我很在乎这一些吗？不是应该吗？然后原来传统行业是很在乎生产线啊。很在乎就是科学人员啊，要研究那个产品啊，然后一些工厂很 technician 的一些规模然后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才发现我们的不一样之处咯，所以就变成我在于吃重的部分就是在于我的能力咯，可是一般工厂人做食品工厂的，他们吃重的是在于机器啊，一些搬运输啊，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对，比较技术性的事情。那么你觉得这种传统的他们比较注重在技术性嘛？那么你们这种比较创新的，就注重在品牌营销这一部分，是不是？你觉得两者哪一个更好，还是你觉得两者都？我觉得是 strategy 不一样，就是他们会比较对我来说比较扎实一点，稳扎稳打，很扎稳打。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不需要这么努力，就是很卷，你们很卷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会觉得很头痛。他们是做了30年然后有这个成绩，他们觉得哎呀够吃够喝够了，就这样子。他们很多做工厂的老大们就安逸下来了，很安逸的。然后我们做了10年，好像在初创业这样子也是。所以你觉得你觉得你这样做，它是有转化到那一个 revenue 回来的吗？绝对啊，绝对。OK， 那这个又是我做生意的，有跟传统做食品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找到一个共鸣，和 fashion line 是同样的，就是。为什么 FMCG 的 product 跟 fashion line 是同样的东西？对我来说，你今天吃的食物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不是一定要吃得多，但是它要吃起来有意义，和这个东西对你情绪带来有什么价值。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于 Signature Market 这个品牌里面，我会增加很多情绪价值在里面。我会常常每1个2个月，我就可能换一些包装啊，然后我会搞一些 campaign， 搞一些配套啊，搞一些 merchandise 啊，就哇很多东西搞。是，我觉得你们的包装真的是很多样化，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你们的包装是深绿色的，是不是？一个深绿色的。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家人也是有买 Signature Market 的产品，就我每次从吉隆坡回去怡保之后呢，我一看到又不同的包装，又换成深蓝色，有时候又深蓝色，又不同颜色的，是不是？你们太多包装也是不错。因为我会觉得你今天买一个包装，就是我很喜欢吃这个坚果啦，但是5年10年还是这个包装了。当然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我讲回30-40年就是30-40年前，大家会觉得某一个小红色瓶罐的碳水饮料就是永远不换那个包装那个是最好的 marketing strategy。 明白。可是对我来说 no， this is 过时的 marketing。对我来说，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我要展现我自己，我是不一样的，我真的真金白银
花钱，虽然买到我爱吃的食物，可是从这个包装上，从这个情感，这个design，它会带来给我什么价值？这件事情我也很在乎。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 Signature Market 的这个制胜策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关注在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最近发现到呢 Signature Market 呢，它逐渐往这个线下的方面去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如果你要生存的话呢，你就要转移到去线上把你的业务是不是？为什么你会在这种趋势之下，你会选择反其道而行，开更多的这个实体店呢？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呢 ？OK， 因为其实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当我做线上的时候，大家都很沉迷做线下。OK，那这些事情就是疫情过后，每个人都很风靡线上。那 OK， 那线下我没做嘛，那我就做线下吧。就是线下也有客人的，可是大家一窝蜂全部走去，因为为什么我一开始不做线下？因为每个人都做线下。我不想跟别人一样分薄了你们的，分薄了你们的、就是我觉得我要做线下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老大们在占住那个地盘嘛，对不对？那现在大家喜欢做 online 吗 ？OK 啊，但是我 online 也蛮成熟了，那线下我没做，那我就做呗。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目前 Signature Market 开的这个实体店有多少家了？7家。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开了7家实体店，它对你们的这个整体的业务上有带来什么价值吗？我开了实体店呢，最大的价值，其实我是服务消费者的。其实你问我自己个人，我没有太大感觉的。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今天不管做线上线下都好，我的客户是永远在我心目中是第一名的。那第一名就是。有一些阿姨们呢，有一些老人家很爱我们品牌的，可是他不会用电脑啊，他常常叫他女儿去帮他买的。他讲我很喜欢那个坚果品牌的，但是我不会看，我看不到。然后他女儿有时比较年轻人也是觉得，哎呀，又要帮妈妈买，最好妈妈可以会看咯，但是。哎呀，我觉得他这有一个矛盾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开线下这件事情就是服务我的客户，所以现在我看到一个阿姨，这个是真人真事哦。那个阿姨告诉我，哎呀，你终于开线下了，哎呀，我要叫我女儿带我过来，我来买呀，我自己看到摸到看清楚啊，我自己慢慢逛，我女儿逛我女儿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美妙啊，就是这个实体店就是完全为我的消费者而服务，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你们 Signature Market 呢，那产品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一开始呢，你们只是专注在做那种坚果啊，那种健康的零食。是。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你们有传统中药，有儿童食品，有宠物零食，还有你们很早就有聊的这个 Plant Origins，身体护理啊、护肤这种品项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增加那么多新产品的时候呢，你们是以什么作为先决条件的呢？就是我到底要把什么纳入在我的这个 Signature Market 的 SKU 里面呢？还是什么不应该，什么应该的呢？有什么想法吗？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那其实我的态度在于这件事情，就是我说了嘛 ，Signature Market 是带给马来西亚人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有品质、高质量。那我觉得我从关怀零食开始，然后到很多日常护肤品也有，然后到了中药这部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会消费的东西。那我现在有概念，然后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就是我看到市场上的缺口，我就做了。其实都是我做的，不是马来西亚已经是什么火爆的产品，其实是我看到这个部分还可以继续被进步，继续探索。对，这样有个问题，那么如果那个产品，因为你不停的推出更多的新产品嘛，那么万一说这个新产品它的那个市场接受度不好，你们会不会下架还是怎么样呢？那很简单，非常简单。这个是我一开始10年前就有第一个 question 给我自己的。OK， 就是不好卖就拉倒呗，就不好卖就不卖呀，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好纠结的。就现在
好像我上次我说的，我推出一些很有口味的特色的零食给大家嘛，是我个人很喜欢，但是大家不喜欢嘛，对对对那怎样？那就不卖吧，就这样，那不卖别的咯。然后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也是想要专注在这个公司的业绩方面呢。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 Signature Market 在初创的时候，初创第1年，你们的业绩是多少呢？大概是在10万左右，10万就100千，对100K， 100千，对。然后过后，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去年2024年，你们的全年业绩是已经结算好了，是不是？是多少呢？大概是接近6000万。6000万啊！对，哇，那个成长是多少啊？那个 percentage，算不到，很难算。算不到。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觉得随着你们公司的业绩有那么飞跃式的成长，是不是？未来你们也是要发展更多的，往更多的地方去发展。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目前在发展计划上，你们有没有想到要上市，还是要开拓去海外？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探索当中的，因为不管上市也好，或者开拓其他的国家也好，我觉得遇到好的机会和好的伯乐这件事情，都是我们现在在经历当中。所以你讲有特别的目标就是战略性吗？暂时还没有，还没有，对。但是我们绝对是在探讨当中，是开放性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找我谈谈啊。招商引资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要问一下你对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观众其实蛮多观众群，他们都是想要创业，不过一直就不肯迈出那第一步嘛，是不是？我想请问一下你对他们有什么创业的意见，你要分享的吗？其实我因为我觉得每个年代的人创业需要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因为环境正在改变当中。我觉得在这个2025年的这个时代来说，个性很重要。就是在创业的道路呢，copy 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就是以前的年代呢，就是10多年前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抄袭这个是最简单的是简单直白是，但是在于现在这个年代呢，很多年轻人对于渴望一些很个性的东西呢，是很追求的。对，我觉得在于创业，你既然选择了创业这条路，Why not you don't show your 自己的个性出来？哪怕他可能不一定成功，but 又如何？你这么年轻，试一下又何妨？是不是？我们试一下，你就试一下吧。我们就是活的这个生命不长。OK， 那尝试失败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必须要得经历的，所以我从来对于所谓的失败这件事情呢，完全没什么概念的，因为对我来讲，只是一次的跌倒，下一次就爬起来，就这样子而已啊。越做越好，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也希望 Signature Market 也能够越做越好，是不是？谢谢。非常谢谢 Signature Market 的联合创办人 John 来到我们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不知道在荧幕前的你呢，听了John 分享了那么多，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留言处跟我们交流交流哦。好，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我们再会。